上期咱们讲到了印度的影史，今天咱来讲讲印度被征服的历史。要说世界上的大国古国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辉煌历史和辛酸往事，但像印度这样反复被入侵，一次没赢过的还真是绝无仅有。南亚这片神奇的次大陆，恒河水哗哗流，咖喱香飘千里，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入侵靶场。从雅利安人的战车到英国人的礼帽，印度几千年就这样被各路豪强轮番征服。每一次征服都在其文化、宗教、社会结构等方面留下烙印，煮出一锅混乱又多元的咖喱大杂烩。来吧，让我们穿越历史，看这块次大陆怎么在挨揍中开出文化融合的奇葩。先说清楚，咱讲的印度可不是今天的印度国，而是印度次大陆这块大拼盘，涵盖现在的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孟加拉国，连缅甸西北角都算半个亲戚。这片4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喜马拉雅山挡住北边的寒气，印度洋带来南边的水汽，西侧的兴都库什山和苏莱曼山像屏障一样将伊朗高原挡在门外。印度河与恒河两条大河一东一西冲击出广袤而肥沃的平原，南边的德干高原丘陵与河谷交织。按说这样的地形像个天然堡垒，应该是文明发展的摇篮，可偏偏却成了入侵者的打卡圣地。就连印度这个名字也是当年波斯人入侵时候传播出去的，古印度人称印度河为信度，就是大河的意思。波斯入侵者念成了印度，传到外界，成了整个次大陆的代号。所以印度这名字起得像条河，结果背了整片大陆的锅。印度不愧为文明古国，早在5000多年前，一群黑皮肤的史前人类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文明。他们就是印度河谷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。根据今天的考古，公元前3000年，达罗毗荼人已经在印度河平原建起城市。这些城市用烧制的砖块建造，街道路面整齐，城市里甚至有卫生间和公共澡堂，水管下水道先进的让古埃及都自叹不如。达罗毗荼人是农业民族，据考证，棉花这个神物就是他们最早发现并种植的。他们还种植小麦、大豆，农耕技术一流。公元前2500年，达罗毗荼人炼出了青铜，哈拉帕文化进入极盛期。他们建城邦、修水利、搞航海，甚至把棉布、珠宝等卖到了中东。这一盛况持续了600年，到了公元前1900年，气候变干，印度河水量萎缩，哈拉帕文明像断电的灯泡，慢慢暗了下来。趁着空档，一群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杀了进来，这就是雅利安人。这群草原牛仔已经在里海、黑海一带流浪了几个世纪了。公元前1500年，他们终于发现了印度这块宝地，从开伯尔山口杀了进来。达罗毗荼原住民逍遥了几百年，都快忘了有战争这码事儿了。他们养牛技术一流，而对于战马这个品种，则根本没有驯化。结果呢，达罗毗荼人精美的城墙挡不住雅利安人的战马战车，城邦被攻破，村子被踩平，土著要么投降，要么向南逃难。就这么的，印度第一次被征服，雅利安人从此坐上了王座，成了印度的老大。雅利安人的这次征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，印度文明仿佛遭遇了一场巨大的风暴，瞬间被吹得七零八落。达罗毗荼人的城市被破坏，文字也逐渐失传。雅利安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，逐渐形成了婆罗门教，也就是印度教的前身。印度从此进入了吠陀时代，开始按照雅利安人的方式发展。天下打下来了，江山怎么做呢？雅利安人搞出了一套种姓制度，他们把社会划成5个等级，自己的贵族当婆罗门和沙地利，掌管宗教和军队，平民当吠舍经商种地，而达罗毗荼人和其他土著被挤成卖苦力的手陀螺，不听话的更被打成不可接触者达利特，干清粪抬尸体的脏活。这一套制度像铁锁，直接锁住了印度几千年。其后不管换了哪个征服者，改信了那种宗教，种姓制度都稳如喜马拉雅山。
这些统治者还不停地在种姓制度上打补丁，让这套制度越分越细，越管越宽。尽管搞出了种姓系统，组织纪律满分，但当时的雅利安人还是一些游牧部落，他们散落在恒河平原打打闹闹，搞了几百年也没能统一南亚次大陆。话说这时北边有恒河小王国，南边达罗毗荼人还在自己的高原上种稻米，古印度像个大杂院，各管各的。这就是印度的列国时代。公元前6世纪，正在雅利安人把古印度搅成一锅粥的时候，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登场了。这位万王之王带着拜火教的圣火，从开伯尔山口杀进印度次大陆。面对一盘散沙式的雅利安人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吞并了印度河平原的大片地区，还设置印度斯坦行省，每年收500吨白银的税，硬生生把印度当了提款机。波斯人的拜火教崇尚火与净化，这深深影响了婆罗门教，火祭从此成了婆罗门教的标配。印度的祭司都开始学波斯人点圣火。波斯人走了，希腊人来了。公元前326年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率6万大军杀到旁遮普，这位世界级战神一路砍瓜切菜，灭亡了波斯帝国。他的对手是拥有200头象兵的印度国王波罗斯。双方在西达斯佩斯河决战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巷战。亚历山大以长矛方阵正面 PK 象兵，却用骑兵包抄2翼，最终波罗斯王的象兵在亚历山大长矛、标枪和弓箭的轮番冲击下筋疲力尽，自相践踏，稀里哗啦的败了。最善战的波罗斯王一倒，西北各邦望风而降，亚历山大于是长驱大进，征服了整个印度河流域。正当他野心勃勃，准备进军恒河的时候，印度炎热的气候和流行病却让部队止步不前，士兵思乡厌战，亚历山大不得不撤军回国。也许是连年征战过于劳累，也许是沾染了什么莫名的疾病，也许是中了婆罗门的诅咒。2年后，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突然死于巴比伦，他的帝国随即散架。亚历山大的征服虽然昙花一现，但却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。他打通了2大古文明的沟通渠道，其后古希腊的哲学、艺术、宗教、建筑源源不断地输入印度，与印度本土的佛教、印度教文化相融合，在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王国生根发芽，并在后世开出艳丽的花朵。亚历山大撤了，但他的部将和总督留在了印度西北部，削弱了当地小王国，弄得南亚像被捅了马蜂窝。这乱局点燃了印度人的反抗火苗。乱世出英雄，一个猛人月护王旃陀罗吉多站上了历史舞台。传说他出身低微，是个饲养孔雀的首陀罗。他敏锐抓住时机，起事组建军队，向马其顿占领军发起进攻。约在公元前321年，他自立为王，挥军东进，攻克了东北部大国难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，创立了孔雀王朝。公元前305年，月护王率军成功击退亚历山大继任者塞琉古的入侵，并与之和亲结为同盟，把印度的领土扩张到今天的阿富汗境内。此后，月护王继续开疆拓土，统一印度北部，建立起拥兵60万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。孔雀王朝是印度5000年古代史上唯2的大一统王朝，版图从阿富汗到孟加拉，堪称次大陆的巅峰时刻。巅峰中的巅峰是月护王的孙子，印度秦始皇阿育王。他奋3世之余烈，发动南征，统一全国。大决战卡林加战役中血流成河，号称有10万人丧命。阿育王良心不安，就此皈依佛教，推行非暴力治国。他把佛教定为国教，并在印度建立了84000座佛塔，把佛经刻在石柱上。这些石柱的遗迹至今还有部分留存。他编纂统一佛经，还派使者到希腊、斯里兰卡传教。佛教火了，婆罗门教的那一套种姓制度该废除了吧？并没有。阿育王颁布的正式令中明确规定了4个种姓的等级。不仅如此，随着商业的发展，蛇倜这种职业亚种姓体系开始出现，铁匠蛇倜、织工蛇倜、窑工蛇倜，甚至商人也按贸易路线分蛇倜。
同一舌体内职业世袭，拥有自治权，外姓不得染指。到了后世，这套体系越加严密，不同舌体祖祖辈辈不能改行，还不能通婚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，形成了对人窒息般的控制。公元前232年，玉41年的阿育王驾崩，孔雀王朝陷入内斗分裂，在半个世纪内连续换了7个君主。频繁的权力更迭导致中央权威瓦解，地方总督纷纷自立，统一大业像沙雕一样崩溃了。孔雀王朝一散架，婆罗门教又回朝了，印度又进入了乱世。孔雀王朝轰然倒塌，后继的逊加王朝和干婆王朝实力孱弱，南部的百胜王朝也无力统一，古印度又陷入多国的分裂中。国家一乱，国防就拉胯。公元前2世纪初，外族再次轮番地从西北的开伯尔山口杀了进来。先是亚历山大的后裔大夏希腊人，他们带着希腊长矛和哲学书，在前陀罗建起希腊式城邦。接着是塞种人，一群中亚游牧民挥着弯刀冲进旁遮普，把小王国打得七零八落。安息人也不甘示弱，公元前1世纪从伊朗高原挤进来，抢了几块地盘，留下一堆波斯风格的银币。古印度西北像个大杂院，各色入侵者轮番上场，印度本地小国王根本挡不住。乱世中最狠的玩家是大月之人。这帮中亚游牧民原本住在甘肃河西走廊，过着放羊唱歌的日子。可好景不长，公元前2世纪，匈奴崛起，大月之人扛不住匈奴的铁蹄，连国王都给匈奴杀了。他们只好收拾包袱往西跑，先跑到伊犁河谷，又被匈奴手下的乌孙人追着打，只好继续逃命。公元前1世纪中叶，他们终于在阿富汗摆脱了匈奴。在喘了口气之后，他们继续向南扩张，从开伯尔山口杀进印度。别看大月支在匈奴面前不堪一击，对上印度人那就是无敌的存在。这些被大夏希腊人和塞种人折腾得半死的小王国，哪是大月支战马的对手？城邦被踩平，国王被赶跑，大月之人顺势站稳脚跟。大月之人可不只是些打打杀杀的莽汉，他们建起贵霜帝国，公元1至4世纪，统治北印度达3个半世纪之久。这个半只脚在印度，半只脚在中亚的中央集权国家，堪称草原版罗马帝国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，印度进入了咖喱大乱炖时代。希腊人的城市规划、波斯的税收系统、印度的种姓制度，全都塞进一锅，炖得喷香。贵霜国王的钱币堪称万神殿，他们的银币上刻着希腊战神阿瑞斯，金币印着湿婆，铜币上则有佛陀立像，甚至还有波斯神祇密特拉和希腊胜利女神同框的画面。这种诸神平等的设计，既非宗教混乱，也非国王信仰分裂，而是贵霜作为多文化帝国的宣言：不管你们信什么神，都能在我这儿赚钱。宗教宽容，政治开明，社会稳定，经济自然就繁荣。贵霜帝国占据中亚南亚，打通了丝绸之路。印度香料、汉朝丝绸、罗马玻璃在这儿交易，像个古代国际集市。贵霜皇帝表面学波斯，自称众王之王，但私底下还是离不开种姓那一套。作为来自草原的征服者，大月之人本是种姓制度的局外人，对印度教那套出生即定终身的规则并不感冒。但为了坐稳江山，他们把自己划入沙地利种姓，披上一件合法统治的华丽外衣。随着丝绸之路的驼铃阵阵，贵霜帝国的商业蓬勃发展。吠舍们通过做生意积累财富，也能获得荣誉，当上大官，这让种姓制度的铁板似乎有了些许松动。然而，这跟首陀罗和达利特却毫无关系，他们依旧深陷困境，继续干着苦力。贵霜帝国的传奇人物要数公元127年至151年在位的加尼瑟加一世。这位皇帝堪称军事与宗教双料狂人，他早年信仰拜火教，崇尚武力至上，四处征战。一次，在东征摩羯陀国的时候，他向对方索要3亿金币才肯撤军，敌方没钱，他就点名要佛陀的钵和一个叫马明的高僧抵债。回国后，马明和尚当众讲法，把现场的7匹恶马都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大帝深受震撼，由此虔诚皈依佛教，转而成为佛教的超级赞助人。他曾召集500高僧举行第4次佛经编纂大会，统一了小乘佛教的经义。他在都城修建宏伟的迦尼色迦大塔，使之成为佛教圣地。他甚至用大象驮着佛经随军传播，堪称最有信仰的征服者。在他的主持下，帝国佛教兴盛，佛教寺庙成了文化中心，吸引希腊人、印度人、波斯人、中亚人一起辩经，活像古代的学术沙龙。这一时期，犍陀罗文化开始大放异彩。公元1世纪末，受古希腊神像的启发，犍陀罗工匠以阿波罗为原型，创造出首个佛像，卷发、高鼻、长袍，衣者灵动，兼具神圣性与人性。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则被请进佛寺，变身成怒目圆睁的护法金刚形象。柯林斯石柱上被雕刻上了莲花，更条叶纹则融入佛塔的装饰，就连佛经中也出现了苏格拉底式的辩论。这些文化艺术随着丝绸之路一路东传，影响了东方世界。贵霜帝国繁荣了200多年，终究没逃过被征服的宿命。公元3世纪，东边的大汉王朝覆灭了，西边的罗马帝国也陷入了危机，丝绸之路贸易量锐减，贵霜经济肉眼可见的凉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口的野蛮人敲门了。公元224年，政教合一的萨珊波斯帝国崛起，君主阿尔达希尔一世率军攻占贵霜西部，切断了帝国与中亚的联系。贵霜被迫称臣，帝国一收缩，印度本土的雅利安势力就复兴了。4世纪初，恒河流域印度教的吉多王朝兴起，贵霜只能被迫龟缩至西北印度，沦为了一个小邦国，并终于在5世纪灭亡。辉煌一时的贵霜帝国就这样落幕了。雅利安人又复兴了，并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——吉多王朝。吉多是个分封制的王国，与前辈孔雀王朝比起来，它的版图略显迷你，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要弱得多。然而，正是诸侯自治的模式，让社会文化空前活跃，直接把印度拽进了黄金时代。吉多王朝把婆罗门教改良成印度教，并尊为国教，梵语文学开始繁荣起来。印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诗人迦梨陀梭横空出世，2大史诗《罗摩衍那》和《摩诃婆罗多》也都在这时期完成。数学上更加牛逼，阿拉伯数字被发明出来，零首次作为运算符运用。阿耶波多这位硬核学者不仅把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4位，还首次提出了派是无限不循环数的论断。在天文上，印度人不仅提出了地球自转理论，还能精确地预测日月时周期。极多的寺庙里，希腊风开始褪去，神佛开始浮现出印度人圆润慈祥的面容。这些神像衣纹简洁流畅，仿佛被水浸湿般贴在身上，自带高级感。可惜，再耀眼的光芒也抵不过历史的宿命。公元4世纪末，蒙古高原上柔然汗国开始崛起，一直叫燕达人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被迫西迁。公元6世纪，他们忽然从开伯尔山口大举杀入古印度，惊破了极多人的霓裳羽衣梦。这些被称作白匈奴的野蛮人，手持复合弓，骑着装备了马镫的快马，所到之处血雨腥风。面对印度这个花花世界，他们毫无怜悯，烧杀抢掠，肆意摧毁寺庙与繁华的城市。燕达王摩仙罗举罗自称太阳之子，他凶猛残暴，不敬神佛，为了取乐，他将大象从高处推下摔死。他在犍陀罗搞屠城，曾经辉煌的古城就此消失。在叶达人的铁蹄下，天下板荡，曾经繁荣的吉多王朝支离破碎，恒河流域满目疮痍，灿烂的黄金时代就此覆灭，印度就此陷入到长期的动荡与混乱之中。